家好，在第一期视频中呢，我们介绍了虚拟化技术的应用场景。我们也知道我利用了虚拟化技术来将我的服务器硬件资源租赁给我的客户，让他们以虚拟机的形式使用我主机上的硬件资源。那么随着我的客户越来越多，那我的服务器也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形成了一个集群。上面运行着一个一个的虚拟机。那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困惑，那就是我的虚拟化存储。存储指的就是我虚拟机的虚拟磁盘，存放着各种持久化的数据。那么当前我存放的方式呢，是将虚拟磁盘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本地。那么虚拟机呢，就直接访问磁盘，来对它的磁盘文件进行读写。那这种方式呢，有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假如有一天，我这个服务器上，比方说内存紧张，或者是我 CPU 利用率太高，那我想把一台虚拟机，从另外一个服务器上开机，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首先得把它的磁盘数据传输到这个服务器上。我们知道磁盘数据一般可能动辄上百 GB， 那这样传输的话，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这样的需求我可能还真有不少，这样子就显得我的虚拟化存储管理就显得很笨拙。于是呢，我重新规划了一下我的一个存储架构。我首先创建了一个本地的网络，专用于存储。那我们就管它叫存储网络。中央呢是一台交换机，在它的一端呢，我购置了一批高性能的存储设备。将它们连接到了这个存储网络。那么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存放我虚拟机所有的虚拟磁盘，然后以网络文件系统的方式将这些磁盘文件暴露出去，让外界可以访问。那么网络另一端呢，是连接的我的一台一台运行虚拟机的服务器。那么每台服务器配有一个专用于存储网络的网卡。那么虚拟机呢，就不需要再访问本地文件来对它的磁盘进行读写，而是通过网络访问到这个网络文件系统里的对应虚拟磁盘来对它进行读写。那么这样子，我就让我的虚拟化存储在我的集群范围内实现了共享。虚拟机都是通过网络来访问自己的磁盘文件，因此只需要虚拟机在一台能够连接到这个存储网络的服务器上开机，那它就可以访问到自己对应的磁盘文件，而不需要进行数据的迁移之类的工作。那这种通过网络访问磁盘的形式，虽然降低了虚拟机的 I/O 性能，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我的客户来说是满足需求的。OK， 那么现在我的集群拥有了共享存储，我做到了计算和存储资源的分离。但是呢，有一天我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早上6点钟，我客户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哎呀，小张啊，我的主机怎么突然卡住了？”于是我到他的虚拟机所在的主机上去查看，发现原来是存储网卡故障了，导致他无法访问后端存储。那么上面的虚拟机呢，也无法访问到自己的磁盘。我一想，哎呀，完了，上面其他的虚拟机可能有一样的状况。果不其然，当天我就接到很多投诉。于是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帮助我的局群能够很好的处理这种问题，能够快速的恢复客户的业务呢？于是我考虑了引入一个
虚拟化云管理平台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虚拟机高可用。也可以叫做虚拟机 HA。那么这个功能呢，可以帮助我的虚拟机在它所运行的环境出了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的虚拟机业务很快的在另外一个正常的环境上恢复，以减少我这个业务的中断时间。那么，于是我就开始想部署一套 HA 服务在我的集群上。那么一套基本的 HA 服务需要有哪几点要求呢？这有3个部分是必须做到的。第一个，那就是故障检测。我集群的 HA 服务需要在我的主机故障的时候，以一个合适的速度发现这台主机的故障。那么就来了第2点，就是虚拟机的恢复。在确定了这台主机故障之后呢， HA 需要保证这台虚拟机能够在另外一个正常的主机上重新开机，来恢复业务。那么在这2个步骤中呢，其实有个非常难的点呢，就是恢复时间的控制。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想越快时间恢复我的虚拟机越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做到太敏感。比如说，可能只是我这个故障主机它的存储网卡，只是短暂的网络抖动，10秒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在10秒钟内判定它为故障，并且让虚拟机重新在另外一个节点上开机呢，可能是很划不来的，因为我的虚拟机启动可能就需要花30秒。那么第3点，就是我的故障主机自我隔离。只要我的故障主机能够感知到自己已经和集群的其他部分失去了联系，那它就可以假设自身的业务已经在另外一台健康的节点上开机了。那么它呢就可以及时的来终结自己本地运行的虚拟机业务。这样做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直接将这台故障主机给关机。但是呢，如果觉得这个成本可能有点重，那么也可以让故障主机清理掉本地的虚拟机，让它不再承载更多的业务。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可能我的故障主机只是存储网络故障，但是它没有按预期的触发自我隔离，清理掉本地虚拟机。接着集群的 HA 服务呢，又在另外一个节点上恢复了这台虚拟机。那么这个时候，这一台虚拟机就在2个节点上同时运行了。如果说我的存储网络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恢复了，那它们2个虚拟机可能会同时写入到同一个磁盘，这样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数据损坏。那么这就是一套最基本的虚拟机 HA 所需要达到的要求。那么回头一看呢，其实也不难发现，当初我让我的集群的存储共享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它可以让我灵活的决定虚拟机在任何时间点，在任何主机上可以开机，而不需要担心它的存储资源。